虎场大拷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宇宁，欢迎各位。你恨不恨我？你给我滚出扬州！对他而言，我只是个仇人而已。如果珠帘玉幕和燕子京都被拿上了拍卖会，你觉得他们最大的3个卖点分别是什么？就可能作为燕子京来说，首先他有自己本身有很多财富嘛，他可以把他的财富去变卖。第二呢，就是他的智商可能相对高一些啊，所以呢，可能把这个燕子京拍回去之后呢，可以给他当做一个公司的员工啊，然后给他工作，也是蛮有这个一个企业价值的。然后再就是啥呢？反正就也可以给他做个主播嘛，对不对？然后帮他去销售这些所谓的这些珠宝什么的，因为他都很懂。拥有燕子京也就拥有一切了。对，可以这么说。哎，燕子京很棒的啊。鼓掌。那你觉得珠帘玉幕最大的卖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可能它不是一个纯谈情说爱的一个故事，它还是讲述了一些。就是每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遭遇了一些很悲惨的事情，然后他们独自面对这些事儿，然后又遇到相知的人和知己呀，还有朋友啊，在这些人的陪伴之下成长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它还是蛮励志的，我觉得是。这次剧组又是全员喜剧人的配置嘛，在片场有什么就是集体搞抽象的时刻吗？搞抽象就是拍了好多抽象小视频啊，大家就是都很投入，就是一群爱玩的人又气场相合的人。聚在一块儿，然后那个氛围就很抽象。对于我来说，跳舞是最难的一件事儿。就其他我努力还能说模仿个6成7成像，但是跳舞这个完全就是暴露了我所有这个身体不协调和大小脑不匀称的一个缺点。就每次一跳舞，感觉上身和腿都是分离的，且就是感觉各自抽自己的筋，就这种感觉啊。就是那种手势舞什么的吗？又有手势舞，又有这种所谓的那种精神小伙那种摇。其实有很多那个视频创意都是那个露丝帮我想的，就包括我们都杀青了，然后因为它有一些变装视频嘛，你需要穿古装拍一段，然后需要穿现代装拍一段，然后杀青了之后，叫我那工作人员给我拍了一段现代的，然后我就发给露丝，我说你麻烦这个大师帮我剪一下，然后他说好嘞，然后他就给我剪了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变装视频，然后就是他作为我们的宣传也是做得非常到位。他亲自帮你做剪辑吗？啊，对啊，他给我们这些小伙伴都拍，然后都给剪辑。跳舞的时候他有没有教你啊？当然他就是领舞嘛，他是我们的 dancing queen， 他是你们的导师。对。片场的抽象王和最哀的分别是谁？抽象，我跟你说还是张敬然总玩一些抽象，他非常抽象。你看他文质彬彬的，但是这小伙很那个什么的，就是很活泼的。最哀的可能是叶可寅，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慢热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在前期拍戏的时候，除了对戏，除了走戏以外，他会很投入到他那个角色里。然后呢，后期我们拍着不就熟了吗？熟了，他说我这人就是有点慢热，就熟了就好了。那他是那种熟起来会发疯的人吗？还好，就是在理智当中的不太疯啊，但是就是还挺开朗的一个女孩。因为最近就是很爱手串嘛，有没有买过什么离谱的盘串工具啊？我盘串工具光就是因为我串是太多的，我的纯手盘是盘不过来了，所以我就上网买了好多那种电动的啊，就是那种把这个东西挂在上面，滋，它就帮你自己转，在那盘啊。那家里有4台机器，就是只要我回家，家里跟那个手串加工厂是全在那转。那你就有事没事就盘2把这种吗？睡觉都在盘，睡觉就握着手串盘，睡着了醒了说啊几点了啊还没起床啊，再盘一会儿啊睡。搞抽象时刻就在这儿。咱说到搞抽象吗？我给你准备一个抽象的东西。好呀。哦哇，这个我喜欢。这 Demi 嘛，他这2个腿太长了吧呀？他是擦着那个嘛，然后我这个是盲盒，就给他发图片，不知道他做成什么样子，我也是收到才知道他什么样子。哦，好的，这个商家可以拉黑了。你会给Demi看吗？这个我回家扔给他玩吧，我让他自己看看自己的一个嘴脸。期待一下你的 rap。好呀，谢谢。要不要马上放下？影响我们整个画面的美感，对不对？不好意思呀，我们女明星被黑了啊！对不起。就说回剧里嘛，就是有没有发现大家都很爱看一些体型差的 CP？那你作为189身高的拥有者，你的感言是？感谢这个身高，可能让我拥有了一些工作吧，就是挺开心，就是有很多朋友会喜欢我演的戏，或者是我跟对手演员的一个互动，然后他们会觉得好像很有 CP 感什么的，我还蛮开心的。这种身高差特别好磕。是，对，他会有一种。就是好像这个男孩在保护这个女孩的那种感觉，会很有安全感嘛，氛围感很重要。那你觉得
还有哪些元素可以加持一下 CP 感？就是别往油了演吧，不是很直白了。对，因为我可能长得就是在长相上没有什么优势啊，但是呢，我想说就是尽量这个男孩不要太油啊，对，油的话会招人烦的，所以就可能这个方面注意一点。比如说什么后期的剪辑啊，然后配那些 BGM 呀，会不会也加持一下剧中的那个 CP 感呢？对，我觉得是的，因为背景音乐 BGM 嘛 ，BGM 就是帮个忙的意思嘛，BGM 帮个忙。哦，你这样解读。是因为 OST 是很重要的，包括电影配乐啊、剧的配乐啊，它都是帮你去烘托氛围，且让你有代入感的一件事儿，所以音乐也是很重要的。那后期比如说剪辑完之后，两个人光对视，然后后面静音的，就会有一点，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如果需要表达一些情感的时候，就需要一个音乐。你可能你听的这个俩人的对视无言，但是歌词告诉你了这两个人在干嘛，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嘛。那就有种说法说那个横店下雪就会出暴剧嘛，那当时你们拍摄也下雪了吗？你会相信这句话吗？我愿意相信。当然，一个演员怎么说呢？他拍了一部作品，其实每一部作品每一个角色都对于他来说都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就是希望自己用心表达的一个东西，用心完成的一个东西，大家伙的一个心血能被更多人所看到、所关注到、所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每个演员的心愿吧。现在对这部剧有什么期待吗？就是期待大家多多的去抛下一些杂念啊和这些所谓的乱七八糟的事儿，还是静心的，就是看看这部剧本身啊，然后看看这些所谓的可爱的人，然后很用心的完成了一部很用心的作品嘛，就是关注作品本身嘛。那有没有觉得观众的审美越来越高嘛？就是爆剧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做。对。那你会觉得对演员有什么影响吗？我相信每一个演员他在拍戏的时候都一定会很认真，也会很爱自己的角色，但是如果在播出的时候，可能他的结果没有那么的让自己说感觉好像是达到自己的预期。如果有喜欢的，那一定就有不喜欢的，那有不喜欢的，一定也有很爱的。所以我觉得最后的答案我们都没法去决定它的成与败，我们仅仅作为演员这个身份，就是好好的拍好每一个角色，问心无愧。那会影响到你，比如说拍的时候就更加努力，就是希望下一部剧能比前一部剧更爆。当然会这样的。其实演员也是在成长嘛，你拍一个部戏的时候，你再拍下一个，你肯定无论从对剧本的理解啊，然后表演上，还有台词上，还有这个所有的一切，都会有一些进步的。所以一部一定会比上一部越来越好的。现在流行一句话，就是说别人都不看好你，偏偏你最争气。那你有哪个时刻会脑内突然出现这句话吗？别人都不看好你，偏偏你最争气，这是一句好词儿，是不是？对啊。好词儿的话，那就是等我剧开播的时候，就是大家看到我演戏了啊，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我演不了，我可能也演不了，但是我在努力去完成，去做好这件事儿，就可能那一刻我觉得，哎，好像还行。如果有朋友真的喜欢，有观众喜欢我诠释的角色，或者是我演的戏，当他给予我这个称赞或者肯定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他懂我，或者是我好像很多人不看好我，但是他认可了我，我还蛮争气的，会有这种感觉啊。